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时间过好快，我来到多伦多也已经有5年多了。春天来了，加拿大这里正是风信子、樱花等等爆棚的季节。趁着周末到多伦多西区吃饭，请您随着我们的脚步一同来逛逛吧。这也是我们退休生活的一部分。COVID-19 也已经过去1-2年了，大家生活也都逐渐的步入正轨。那多伦多这2年来进来好多的移民哦。但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今年2024年移民人口已经有很多都喊卡了。今天要来这一家吃拉面，它也有其他家连锁店。这一家拉面之前我老公有带我来过一次，我觉得还 OK。事隔多年，今天就再来尝尝咯。看看有没有番茄的？我很喜欢吃番茄拉面。看到有各种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吃拉面。我先生点的是豚骨拉面，我选的是他的招牌味千拉面。加拿大随着 COVID-19 之后，加上就是很多政府的政策，所以导致经济上并不是那么好。我都觉得现在这个拉面都比以前少了大概有1/3吧，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贵了2/3。我们2个人这样2碗加小费，应该就是大概40块左右。这样1碗大概400-500块台币，你觉得贵吗？在多伦多这边，大部分的拉面店都是由中国人在经营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根据我先生他之前有想开拉面店的一个经验，他有去就是了解资讯，最主要就是拉面店开起来，就是你要复制一家店，它是会比较容易的。所以当然有很多移民到这里的中国人就会选择就是以开拉面，而且一般拉面各国人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，所以它等于成功的几率就会比其他的行业来得高一点。所以很多中国人都会选择就是开拉面。所以大家透过我的视频也可以发现到，来这边吃拉面的人种也特别多。这个好吃，你吃看。你在吃你就好好吃。有啊，你给我1块啊。好吃啊。吃你就多吃啊。我吃不了那么多啊。像以往的拉面，我大概可以 share 给我老公大概1/3或1半的面，但今天这个拉面我自己一个人吃，就是差不多刚刚好。但我想我老公吃那一碗应该是不够的。这个拉面吃起来是还蛮好吃的，但是跟日本的拉面比，还是味道会有一些差异的。目前日币贬值的好严重哦，所以看到很多台湾朋友就到日本去旅游，真的是可以省好多钱呢。
大家会羡慕移民生活吗？让大家了解移民生活的另一种方式。事实上我看到蛮多中国人的，就是年纪比我还大的，有很多都还是在街上摆摊或者卖菜。事实上也并不是他们过不去，而是中国人勤劳的一个个性。所以我们时常会看到有很多亚洲人在马路上走路捡瓶子，或者摆摊做生意。事实上，当你近距离的去了解他们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事实上他们都已经有1栋或2栋的房子，但为什么还是继续要做小摊上的生意呢？我想可能是习惯吧，因为这个摆摊的生意也不需要成本，只要有人买，他就有收入，而且又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，这样应该也是蛮好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时常在拍视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你应该都会发现，时常会有修马路的一个告示，而且修马路的几率还是蛮高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开车在市区里，因为有很多都是单行道，所以假如有一个譬如说像示威游行啊，或者什么庆典的游行啊，还是就是修马路，那道路就围起来，那我们假如路况又不熟，可能就要在那个地方转很久。所以假如对于新移民进来的话，开车在这部分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困扰吧。在这边就有2家的美发院，哈哈，马路围起来，我老公走错方向，总算发现了。你看，这工作人员还很认真在维护交通呢。仍然不忘叮嘱我要小心呢。好久没来这边了，这房子公寓都盖起来了。之前在电视上一直有广告。这里剪头发的还蛮多的。是啊。女生18块，男生15块，单纯只有剪而已。鞋带松了。
在多伦多市区里，交通是很发达的，可以透过街车、巴士还有地铁，都可以到达城市里的各个角落。啊，是啊，他在电视上还有广告啊，这是华人盖的啊，华人盖的大楼啊，之前是空地啊。应该是啊。学校不知道好不好？数值啊！越贵的人家里幸运。前面这一棵不知道什么树，是啊，对啊，它只有老师而已啊，教职人员啊，这停车场只有学生，教职人员可以用。我说啊，这一棵还蛮花的，是樱花吗？还2户哎，各走各的门。这个底下是还挺高的。嗯，是啊。哇，那你也走得还挺快的。是啊。刚好赶到。嗯。就是因为刚好的找到有。转到那边找到一个。那你还知道怎么窜出去，真厉害。在市区里要找停车位是比较困难的，而且付费的停车费通常也是蛮高的，所以我们假如要到市区里面，通常我老公都是会找就是住宅区里面有免费停车1个小时的地方来停车。你看这风信子还蛮漂亮的。不是鸢尾花，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今天在这儿更正啊，更正，这个是风信子，不是鸢尾花。
天都会经过那个医院啊。之前在这边有很多流浪者在这边搭帐篷，现在好像都没看到了。事实上，在加拿大这边交通是禁鸣喇叭的，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新移民进来，现在开车在外面就时常会听到有人按喇叭示警，事实上真的是感受不太好，而且违规交通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你看，好多人从地铁出来要转搭公车了，有时候地铁也会无缘无故，然后就停驶，然后就必须要转搭巴士。那现在这边被停住了，我们也走不了。像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其实在多伦多市区里是司空见惯的。现在这边马路就围起来，然后只单边通车。我们原本是直接这边就可以开回去到家，很快就到家了。但是因为这个样子，然后公车又一堆人要上公车，又不知道要等多久，所以我们也只好转向，就是再往另外绕路到另外一边去。在市区里开车，就时常都会碰到这样的状况。所以我老公每一次开车就会觉得很不舒服，而且这样的一个状况已经很多年了，一直好像都没有改善，只好转到多大的校区里。他这房子啊，应该都是后来人家把它捐给多大的，所以才会长得这么特别。以前都是人家住的。这整个校区还挺大的。都是学生，是啊，过马路都过不去。结果就要往外围绕了一大圈。现在走的这条路，我好像是第一次走，以前都没有走过这一条树林子里。那也不错，欣赏一下森林的一些树木吧。回到家，我老公都累瘫了。好啦，今天就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